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妈。小憨憨前几天生病，因为生病不太舒服，所以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没有以前的那么好。后来我们去了那家私人诊所，看完了之后，然后经过这几天每天都坚持给他做雾化，然后滴生理盐水，再加上小憨憨自己的抵抗力，他的感冒算是恢复的还比较好，所以他的感冒症状就慢慢有所改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好很多。那看来这家私人诊所看诊还是没问题的。其实无论是我还是家里的其他人，以前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些私人诊所看病，一般生病的话都是去那些大医院，类似于那种三甲医院，或者是一些小毛病的话就去家楼下的一些小诊所看看就好了。然后这次因为疫情的一些特殊原因，再加上我们想要去的一些三甲医院没有号，就很担心小孩生病，所以综合考虑之下，最安全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去家这附近的这家私人诊所。其实这家私人诊所的话，虽然应该是挺有名的吧，应该视频前的宝爸宝妈们，你们都有可能关注过丁香妈妈这个公众号，或者是用过丁香园这个 APP 的软件，或者是有关注过丁香医生。所以这丁香园、丁香医生、丁香妈妈他们就是一个机构的，然后经常会分享一些比较有权威性的一些母婴知识，所以大部分的妈妈爸爸们都会关注这个机构下的一些账号，然后去了解一些对于母婴或者是宝宝健康的一系列的知识。那我去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他们旗下的，叫做丁香诊所。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有丁香诊所的这个地方，然后是因为我有一个宝妈朋友，她之前的女儿一直拉稀，然后一直没有好，然后去了那些大医院看也没有见效，然后所以她就想说去这个丁香诊所看看，然后看完了之后感觉还不错，也来跟我推荐，然后还跟我说那边的医生特别有耐心，然后讲解的也很细，不像我们去大医院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不容易挂上号，好不容易等到你看诊了，医生大概就问个3-2句就打发你了，或者就是做了一大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再来他这边再看一下，再来看诊，就是非常的麻烦。而这个丁香诊所就不一样了，我那个宝妈朋友就告诉我，他就非常有耐心，医生就1对1的，但是这所有的前提都在于他的问诊费特别的贵。像我们平时去一些三甲医院、大医院问诊的话，普通的医生的号大概问诊挂号费就是30元，或者是一些专家号就是要50元，但是丁香诊所的问诊费要300元，这个是当时宝妈朋友跟我说的价钱。然后这一次我带小憨憨去看病的话，不知道是疫情原因还是说其他原因，它涨价了，它变成了350元，所以一个单纯的问诊费不包含其他任何的费用，就单纯要350元，所以这个问诊费还是蛮贵了。它整个问诊期间是有时间限制的，是15分钟，在这15分钟内，医生是1对1的专门为你治疗，他会特别细心的帮你检查，然后询问你的一些症状，然后给你他比较专业的意见。但是这个15分钟真的我觉得太短了，从医生进来开始他就开始算时间了，然后医生进来的话先洗手，然后把东西放下来，就还没有问诊的一系列动作它都是算在时间内的，而且如果超时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但是我这次去的话，虽然有一些超市，但是他们并没有跟我提及要额外收费，而且他们在跟我介绍的时候也没有提到额外收费的这一点，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收费。不过是因为私人诊所的原因吧，里面的设备都蛮齐全的，所以医生给我们家小憨憨做一些抽血的检测，大概只要10分钟就能得出化验结果，不像我们去大医院要等。虽然化验的话特别快，但像那些大医院的话，他们要收集一定量的血液样本送去化验，所以这期间是要等的。还有一个就是等你拿完药之后，会有专门的医师，他们会把药单打出来，然后这药单上就会告诉你每一样的药该怎么用，写得非常清楚。像我们去医院的话，医生就会告诉你药该怎么用，但是其实你转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忘记，或者就是记得不是特别的全，但是它这里面的问诊单子就会把所有的该注意到的明细一个一个字的都给你打出来。然后
后医生在开完药之后还会特意进来跟你讲解这些药物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啊，该怎么用啊，反正就是还会再跟你强调一遍。而且还有一点，这个丁香诊所你问诊之后的7天内都可以在它的后台免费的去咨询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它有一些什么症状啊，有什么变化呀，或者是有些用药还是有些不清楚的话，都可以在这个后台去咨询我这个看诊医生。医生什么时候会回复你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我这几天有咨询过我的医生，发消息问一些小憨憨的病况，这个医生一般都是在有时候是下午6点或者是晚上9点多10点的时候回复消息，这是不同于其他医院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毕竟就是我们经常看完病回来之后，过几天你的症状其实有一些会有变化，或者是会有一些加重，那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困惑，又想去问医生，又觉得再跑去医院再重新挂号也特别麻烦，就想说啊，先把手上的药吃一吃，看看什么情况。但这只是仅限于大人，小孩身上的话，其实他只要有加重的情况出现，我们都会非常的担心。他这种7天内可以在后台询问的方式，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之前的视频里面你们也看到了，这个丁香诊所的话整体环境还是不错的，我们每个人进去就会有一个专门房间给你，就等于是一个私人空间。那医生进来给你看诊的话也是1对1，不像在大医院的话，你在看诊会有其他的病人突然插进来跟医生说话，打断你的一些治疗，但是你在这里面就不会，因为医生进了这个房间之后，你们就是1对1的进行一个交流，会有其他的额外的人来打扰你。而且像这次因为疫情的特殊原因，所以我们进去的话是只能有2个家长陪同，一进门的话他就会给你消毒水消毒手，然后还会要给你量体温，然后进去之后呢，就你在那个房间里面还会有人给你倒茶水，如果在医生还没有来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他那边会有一个服务铃，你可以摁那个铃，然后就会有人进来，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还有一点，其实像有些医院的医生他给你开药，比如说你只需要1个疗程的药，他会给你开2个疗程，就会给你多开药，或者是给你开一些比较贵的药。还有一点，有些更坏的是给你开一些你不是特别需要的药。但是在这个丁香诊所的话，医生开药都还算是蛮谨慎的，而且也不是随意给你开，他要开什么药会咨询你，而且有一些药物他会觉得你现在用不上，他就没有给你开，他会觉得等你要用上了，你可以自己再去药店买。综合下来看，那是从环境、服务，还是看诊，还是之后的跟踪服务，目前而言对我来说还是挺满意的。就是他的看诊时间确实有一些短，15分钟时间真的就是感觉太短了，还没有说几句话就过去了。唯一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点就在于他真的问诊费太贵了，就我那天最后整个费用下来是515元，看诊费是350元，加上后续的一些药物费用和抽血的检测费用，这样折合完之后才100来元，所以就是整个账最大头的就是他的问诊费。如果之后还要去复诊的话，就是还要再交200块钱，除了贵以外就没有别的毛病了。所以视频前的你们如果有了解到这些丁香诊所，然后有一些家长们会觉得想要去这个丁香诊所试一试，但是又有些纠结觉得它好不好的话，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个丁香诊所还是 OK 的。不过当然最好的是家里的宝宝都不会生病，都不要生病，不需要去这些诊所，这是最好的。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留言讨论哟。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与点赞，我们下期见。